親愛的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微光夜讀。宴會廳燈光璀璨，董事長宋明川攜新婚妻子雍容入場，全場目光聚焦。林秋雨端着酒杯的手微微顫抖。6年前那場屈辱離婚的記憶如潮水般湧來。秋雨，你這輩子也就這樣了，看看我現在的生活。前夫輕蔑的目光掃過他樸素的衣着，炫耀地摟緊身邊貌美如花的新妻。服務員恭敬地稱呼宋董事長時，林秋雨嘴角卻揚起一抹神秘的微笑。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林秋雨與宋明川的故事始於大學校園。當年的宋明川是經濟系風雲人物，而來自農村的林秋雨則是文學系的普通學生。兩人的相識純屬偶然，一次圖書館的相撞，林秋雨手中的書散落一地，宋明川蹲下幫他撿拾。《百年孤獨》，你喜歡馬爾克斯？宋明川的眼中閃過一絲驚訝。你也讀過？林秋雨有些意外，在他印象中，經濟系的學生似乎只關心數據和圖表。就這樣，文學成了他們之間的橋梁。大學4年，他們從相識到相知，再到相愛。畢業那年，宋明川單膝跪地，向林秋雨求婚。雖然我現在還只是個小職員，但我會努力讓你過上好日子。宋明川眼中滿是真誠與期許，林秋雨點頭答應。他相信愛情可以戰勝一切困難。婚後的日子平淡而幸福。林秋雨在一家雜誌社工作，宋明川則在一家小公司擔任銷售。他們租住在城市邊緣的小區，雖然生活拮據，但相互扶持，共同憧憬着美好的未來。轉折發生在婚後第3年，宋明川的公司準備擴張業務，需要大量資金。林秋雨毫不猶豫地拿出了父母給他的全部積蓄，還說服父母抵押了家裡唯一的房子，借了20萬給宋明川。這是我們共同的事業，我相信你。林秋雨緊握着丈夫的手，眼中滿是信任。宋明川的事業果然開始蒸蒸日上，隨着職位的升高，他的社交圈也逐漸擴大。林秋雨開始發現，丈夫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，電話也總是避開他接聽。又是應酬嗎？林秋雨忍不住問道。做生意就是這樣，你不懂的。宋明川的回答越來越敷衍，直到那天，林秋雨提前下班回家，發現浴室裡有女人用的洗髮水。她強忍着心中的不安，等待丈夫解釋，那是客戶送的樣品。宋明川輕描淡寫地解釋道，眼神卻不敢與他對視。林秋雨選擇了相信，或者說，她不敢不相信。她害怕失去這段婚姻，害怕面對愛情幻滅的痛苦。就這樣，宋明川的謊言越來越多，而林秋雨的退讓也越來越大。直到有一天，她收到了一條匿名短信，附帶着丈夫與一位女性在酒店的親密照片。他早就背叛了你，現在只是在利用你家的錢。短信上這樣寫道。林秋雨的世界在那一刻轟然崩塌，她強忍淚水，決定親自去確認。在丈夫常去的那家高檔酒店，她遠遠地看見了宋明川摟着一位光鮮亮麗的女子走進電梯。女子挽着他的手臂，親密地靠在他肩上，那般自然，仿佛已經是熟練的動作。那一夜，林秋雨在街頭漫無目的地走着，冰冷的雨水混合着滾燙的淚水，模糊了她的視線。她不斷問自己，是什麼時候開始，愛情變成了一場交易？是什麼時候開始，丈夫的眼中再也找不到當初的真誠？第2天，林秋雨紅着眼眶回到家，
決定與宋明川攤牌。我知道你和那個女人的事。他的聲音出奇的平靜。宋明川先是一愣，隨後輕蔑地笑了。既然你知道了，那我也沒什麼好隱瞞的。沒錯，我和蘇夢在一起已經半年了。他父親是正茂集團的董事，跟着他，我的前途不可限量。那我們之間的感情呢？我嫁給你的錢呢？林秋雨眼中滿是不可置信。感情？宋明川冷笑一聲。林秋雨，你太天真了。婚姻從來就不只是感情的事。至於錢，那是我事業的起步資金，沒有回頭路可走。就這樣，他們的婚姻走到了盡頭。離婚那天，宋明川帶着新女友蘇夢一起來到民政局。蘇夢穿着名牌，戴着昂貴的首飾，高傲地打量着樸素的林秋雨。這就是你前妻？真的很普通呢。蘇夢故意提高音量，讓林秋雨聽到。宋明川輕蔑地看了林秋雨一眼。我會給你5萬塊作為補償，已經很仁慈了。借我家的20萬呢？林秋雨努力維持最後的尊嚴。那是商業投資，虧了就是虧了，沒有退路。宋明川態度冷漠。林秋雨握緊拳頭，咬着嘴唇，簽下了離婚協議。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，他聽到身後蘇夢肆無忌憚的笑聲。明川，他真可憐，一無所有了。離婚後的林秋雨幾乎崩潰，他不僅失去了愛情，還背負着父母的責備和家庭的債務。父母的房子因為無法償還貸款被銀行收回，年邁的父母不得不搬到簡陋的出租屋居住。女兒，不怪你，是我們看錯了人。母親安慰着他，眼中卻盈滿了淚水。父親的身體也因此急劇惡化，常年的高血壓加上這次的打擊，導致他突發腦溢血，住進了醫院。林秋雨咬緊牙關，辭去了雜誌社的工作，白天在咖啡廳當服務員，晚上在酒吧洗碗，拼命賺錢給父親治病。他瘦了一圈，皮膚也因為長期勞累變得粗糙。有時候，他會在深夜的街頭看到宋明川與蘇夢出入高檔場所的身影。宋明川西裝革履，意氣風發，與當初那個溫柔體貼的丈夫判若兩人。每當這時，林秋雨都會低下頭，躲進黑暗中，不讓他們發現自己落魄的身影。轉機出現在一個雨夜，林秋雨冒雨送外賣，不小心摔倒在一棟寫字樓前。一位中年男子撐着傘走過來，幫他撿起散落的外賣盒。你沒事吧？男子關切地問道。沒事，謝謝。林秋雨勉強站起來，膝蓋上的傷口卻在流血。先處理一下傷口吧，我辦公室就在樓上。男子友好地說道。在男子的辦公室裡，林秋雨才知道他叫陳志遠，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創始人。簡單包紮後，陳志遠了解到了林秋雨的情況。其實我公司正缺一名行政助理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，陳志遠誠懇地說。就這樣，林秋雨開始了新的工作。陳志遠是個寬厚踏實的人，公司雖然不大，但氛圍融洽，員工之間相處如家人。慢慢的，林秋雨重拾信心，開始學習新技能，工作也越來越得心應手。1年後，陳志遠的公司研發的一款軟件獲得了市場認可，公司迅速擴張。林秋雨因為表現出色，被提拔為市場部主管，他的收入大幅增加，終於能夠還清父母的債務，並為他們購置了一套新房。秋雨，你變了很多。陳志遠在一次部門聚餐後對他說。是嗎？變得更強了吧？林秋雨微笑着回答。不僅如此，你眼中有了光芒，那種自信和堅定是最美的。
陳志遠真誠地說道。林秋雨心中一動，他感受到了久違的溫暖，但他迅速壓下這種感覺，對自己說：不，我不能再輕易相信愛情了。隨着公司的發展，林秋雨的工作能力得到了更多的認可，他參與了公司重要的市場策略制定，帶領團隊成功開拓了多個新市場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他與陳志遠的交流越來越多，兩人培養出了深厚的信任和默契。3年過去，林秋雨已經成長為公司不可或缺的高管，他的辦公室從當初的小隔間變成了寬敞明亮的獨立空間，窗外是城市的繁華景象。這一切的變化都是他用汗水和智慧換來的。一天，公司收到了一份邀請函，林秋雨大學畢業10周年同學聚會。他猶豫了很久，最終決定參加。他想看看10年後的自己是否已經足夠強大，能夠面對過去的陰影。需要我陪你去嗎？陳志遠關切地問道。在過去的3年裡，他一直是林秋雨的上司，也是朋友和精神支柱。林秋雨搖搖頭，這是我必須獨自面對的。聚會當天，林秋雨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她選擇了一套簡約大方的套裝，既不張揚也不寒酸，恰到好處地展現了她作為職場女性的自信與優雅。宴會廳內，老同學們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，談笑風生。林秋雨剛一進門，就有幾位女同學熱情地迎了上來。秋雨，好久不見，聽說你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？是啊，現在是市場總監。林秋雨微笑着回答。真厲害，同學們由衷地讚嘆道。林秋雨正與同學們寒暄，突然感到周圍的氣氛微妙地變化了。他順着大家的目光望去，只見宴會廳的大門被推開，一對光鮮亮麗的夫婦走了進來。男人西裝筆挺，氣宇軒昂，女人則穿着奢華的禮服，珠光寶氣。不用細看，林秋雨也知道來人是誰，宋明川和他的新妻子蘇夢。各位好久不見啊！宋明川的聲音充滿了自得。這是我夫人蘇夢，正茂集團的大小姐，現在是我們公司的創意總監。蘇夢傲慢地環視四周，目光與林秋雨短暫相接，又迅速移開，仿佛沒有認出他來。同學們紛紛上前問候，宋明川則大談特談自己的事業如何成功，如何從一名小職員晉升為董事長，如何帶領公司走向輝煌。說起來，這次我們公司還準備上市呢。宋明川故意提高音量，確保所有人都能聽到。林秋雨靜靜地站在一旁，沒有上前打招呼的意思。他不想破壞這場聚會的氛圍，也不想讓自己陷入尷尬的境地。宋明川似乎不打算放過他。在寒暄過後，他端着酒杯，徑直朝林秋雨走來。林秋雨，好久不見啊！宋明川的聲音中帶着明顯的戲謔。聽說你在一家小公司上班，還不錯嘛，至少能養活自己了。林秋雨深吸一口氣，保持着平靜的表情。是啊，工作還算順心，順心就好，順心就好。宋明川輕笑一聲，目光肆無忌憚地在林秋雨身上掃視。不過看你這打扮，生活應該還是很拮據吧？林秋雨沒有回答，只是淡淡地笑了笑。他的沉默似乎激怒了宋明川，他的語氣變得更加刻薄。說真的，離開我是不是你這輩子最後悔的決定？看看我現在的成就，再看看你。宋明川故意停頓了一下，眼中滿是輕蔑。你這輩子也就這樣了。周圍的同學們聽到這番話，都不自覺地屏住了呼吸，空氣中彌漫着尷尬和緊張。就在這時，一位服務員走過來，
恭敬地對宋明川說道：“宋董事長，您要的特供紅酒已經準備好了。”宋明川得意地看了林秋雨一眼，仿佛在說：“看到了嗎？連服務員都知道我的身份。”林秋雨的嘴角卻揚起一抹神秘的微笑，這笑容讓宋明川感到一絲不安。“怎麼，不服氣？”宋明川挑衅道。林秋雨搖搖頭：“沒什麼，只是在想一些事情。”“什麼事情？”宋明川追問道，言語中帶着明顯的諷刺。“是在想如何找個有錢人改變自己的命運嗎？”“不，我在想真相總有大白於天下的一天。”林秋雨的聲音雖然平靜，但字字有力。宋明川的臉色微微變了，但很快又恢復了傲慢的表情。“什麼真相？你又知道什麼？”“足夠的真相。”林秋雨意味深長地說道。就在气氛剑拔弩張之際，宴會廳的門再次被推開，一位身材高大、氣質不凡的中年男子走了進來。他穿着低調而考究的西裝，舉手投足間透露出沉穩與自信。林秋雨看到來人，眼中閃過一絲驚訝，隨即綻放出明亮的笑容。“陳總，你怎麼來了？”陳志遠微笑着走到林秋雨身邊，“聽說你參加同學聚會，我擔心你一個人應付不來，所以過來看看。”“這位是？”宋明川皺着眉頭問道。“這是我們公司的創始人兼 CEO 陳志遠。”林秋雨介紹道，聲音中帶着掩飾不住的驕傲。“原來是陳總，久仰大名。”宋明川的態度立刻變得恭敬起来。在商界，陳志遠的名聲遠比他想象的要響亮，尤其是最近，陳志遠的公司在科技創新領域取得的成就，讓不少資本巨頭都為之側目。陳志遠禮貌地點點頭，卻沒有過多寒暄的意思。他轉向林秋雨，輕聲問道：“一切還好嗎？”“很好。”林秋雨微笑着回答，眼中的溫暖讓在場的人都看在眼裡。宋明川敏銳地察覺到兩人之間的特殊氛圍，心中升起一絲莫名的嫉妒。他清了清嗓子，故作輕鬆地說道：“陳總，不知道貴公司是做什麼的，規模有多大？”陳志遠看了宋明川一眼，淡然道：“我們是做科技研發的，規模不大，員工不過幾百人。”“幾百人？”宋明川忍不住露出輕蔑的笑容。“我们公司現在已經有上千員工了，而且即將上市，恭喜！”陳志遠的回答簡短而得體。宋明川顯然不滿足於這樣的回應，他繼續炫耀道：“我們公司上市後，市值預計將達到100億級別。陳總的公司有這個規模嗎？”陳志遠笑了笑，沒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轉向林秋雨：“秋雨，我們上個季度的營收報告準備好了嗎？”“已經準備好了，增長率達到了60%，超出了我們的預期。”林秋雨專業地回答道。“很好。”陳志遠滿意地點點頭，然後對宋明川說：“我們公司雖然員工不多，但人均創收在業內是頂尖的，質量比數量更重要，你說是嗎？”宋明川的表情微微僵硬，但他很快調整過來，質量很重要，不過規模也是實力的象徵。就在這時，蘇夢從人群中走了過來，挽住宋明川的手臂：“親愛的，該去跟王總聊聊了，他可是專程來參加這次聚會的。”宋明川點點頭，臨走前意味深長地看了林秋雨一眼：“林秋雨，希望你在陳總的公司能夠好好幹，別再重蹈覆轍了。謝謝關心，我現在過得很好。”林秋雨平靜地回答。待宋明川和蘇夢走遠後，陳志遠輕輕握住林秋雨的手：“他就是你前夫。”“是的。”
林秋雨苦笑一聲，看來他現在過得很不錯，表面風光罷了。陈志遠的眼中閃過一絲銳利的光芒。據我所知，他的公司財務狀況並不像他宣稱的那麼好。林秋雨驚訝地看着陳志遠，你調查過他？不，只是商業情報。陳志遠微笑道，最近有消息說，正茂集團出現了嚴重的資金鏈問題，作為集團女婿的宋明川恐怕也不好過。聚會接近尾聲，宋明川的態度卻越發傲慢，他頻頻舉杯，向同學們炫耀自己的成就和即將到來的上市計劃。蘇夢也不斷展示自己的奢侈品，從包包到首飾，無一不彰顯着身份和地位。各位同學，等我們公司上市後，一定邀請大家來參加慶功宴。宋明川大聲宣布，引來一陣掌聲。林秋雨和陳志遠坐在角落裡，靜靜地看着這一切。準備好了嗎？陳志遠輕聲問道。林秋雨深吸一口氣，點點頭，是時候了。他起身走向宴會廳中央，禮貌地請大家安靜下來。各位同學，感謝大家今天的到來。作為這次聚會的組織者之一，我想說幾句話。林秋雨的聲音清晰而有力。同學們安靜下來，好奇地看着他。宋明川則露出不屑的表情，低聲對蘇夢說：“他能說什麼？又要訴苦嗎？”林秋雨環視四周，目光最終落在宋明川身上。10年前，我們都懷揣着夢想走出校園。10年後的今天，我很高興看到大家都有了各自的成就。他頓了頓，繼續道：“特別是我的前夫宋明川，從一名普通職員成長為一家公司的董事長，確實令人欽佩。”宋明川得意地揚起下巴，仿佛在接受表揚。不過，我想提醒一下在座的各位，尤其是正在考慮投資宋董事長公司的同學們。林秋雨的語氣突然變得嚴肅，在做出決定前，最好先了解一下真實情況。宴會廳內的氣氛瞬間变得緊張起來。宋明川的表情凝固了，他警惕地盯着林秋雨：“你想說什麼？”“很簡單，我想說的是，你的公司正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，上市計劃也已經被監管部門叫停了。”林秋雨平靜地說道。宋明川猛地站起來：“你胡說！你有什麼證據？”林秋雨沒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示意陳志遠。陳志遠走上前來，拿出一份文件，這是最新的市場調研報告，詳細分析了宋先生公司的財務狀況和市場前景。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看一看。宋明川臉色鐵青，上前想要搶奪文件，但被陳志遠輕鬆避開。宋董事長，別激動，這只是公開的市場信息，沒有涉及任何商業機密。陳志遠平靜地說道。蘇夢也站了起來，臉色難看地看着宋明川：“這是怎麼回事？你不是說一切都很順利嗎？”宋明川尷尬地解釋道：“親愛的，這只是競爭對手的造謠，你別相信。”“造謠？”林秋雨輕笑一聲。“那你能解釋一下為什麼正茂集團已經連續3個季度減持你們公司的股份嗎？”這句話如同一記重錘，擊碎了宋明川最後的偽裝。蘇夢震驚地看着宋明川，眼中滿是質疑和失望。“林秋雨，你故意陷害我！”宋明川惱羞成怒，指着林秋雨大聲喊道。林秋雨搖搖頭：“我只是在陳述事實。6年前，你拋棄我，拿走我家的錢，讓我父母失去房子，讓我父親差點喪命。今天，我只是想讓大家看清你的真面目，避免更多人受到傷害。”同學們議論紛紛，眼中的敬仰逐漸轉變為鄙夷。
宋明川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辱，他狠狠地瞪了林秋雨一眼，拉着蘇夢轉身離去。宋明川，蘇夢掙脫他的手，我要回家問問父親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宋明川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地，曾經的意氣風發蕩然無存。林秋雨走到他面前，平靜地說道：宋明川，你曾經說過，我這輩子也就這樣了，但現在我想對你說同樣的話，你這輩子恐怕也就這樣了。宴會廳內一片寂靜，所有人都被這突如其來的反轉震驚了。宋明川最終無力地低下了頭，默默地離開了宴會廳。林秋雨深吸一口氣，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釋然。6年的陰影終於在今天徹底散去。陳志遠走到他身邊，輕輕握住他的手，感覺如何？很好，非常好。林秋雨微笑着回答，眼中閃烁着堅定的光芒，不是復仇，而是解脫。接下來有什麼計劃？陳志遠溫柔地問道。林秋雨看向窗外的夜空，星光閃爍，繼續前進，活出真正的自己。過去的已經過去，未來才是值得期待的。陳志遠點點頭，眼中滿是讚賞。我想，這個我們可以一起創造。林秋雨轉過頭，看着這個一直默默支持自己的男人，心中湧起一股暖流。他知道，真正的幸福不是依附於他人，而是在平等、尊重的關係中共同成長。這一夜，星光璀璨，如同他重獲新生的心靈，閃耀着希望的光芒。感謝大家的觀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嗎？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。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，並分享給更多的人，這會對我幫助很大。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。